东西会不会太多了？请你帮我看看哪些是不需要带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Gabby 快乐中文。明天我就要去香港短途旅行啦，耶！好期待呀！可是到现在行李还没怎么收拾呢。天哪，我又要开始临时抱佛脚的收拾了。没关系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的行李箱会带哪些东西呢？这次我打算带2个行李箱，一个是这种小的，叫随机旅行箱。通常呢，我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随身的物品放在这样的小行李箱里面，一起带上飞机。另外一种就是这种大的，用来装我这次旅行的所有的东西。那说到行李箱，我也想和大家来拓展一下相关的知识。你知道行李箱如果按照材质来划分，可以分为哪些吗？对了，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硬的材质，比如像 PP、铝镁合金等等。不过千万不要有压力，记住它们的名字，因为根本没有必要。你只需要知道这种硬材质做出来的行李箱，它比较耐磨，比较抗摔就行了，可以很好的来保护我们行李箱里面的东西。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材质就是这种相对软一点的材质。那这种材质呢，通常会是很轻便，那容量会很大。除此之外，旅行箱的轮子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，我曾经拉着一个20多公斤的单向轮旅行箱，在凌晨4点的墨尔本找酒店。鬼知道我当年是经历了什么。所以从那个之后呀，我所有的旅行箱都只买万向轮的。万向轮就是这种轮子，它可以向每一个方向都转动。用了之后才发现，万向轮的旅行箱真香。那我们来看看我的旅行箱这一次会放哪些东西呢？首先一个大类就是衣物类。出门之前记得一定要看一下你要去的目的地的天气是怎么样的。比如这次我要去香港，我看了一下，香港现在是比较舒服、比较温暖的一个季节。那我带的所有的都是一些夏天的短袖衣服，再加上一些外套，就完全足够了。那我会把所有的衣物呢放进这种袋子，这种袋子叫衣物收纳袋。那怕脏的衣服呢，我就会放到这种防尘袋中，那单独放在箱子的另外一侧，这样就不会弄脏我的衣服，也不会把我的衣服折坏了。一双舒服的旅游鞋是旅行中必不可少的单品，尤其是像在香港这种每天需要暴走的城市，那我每天计划走2万步。要完成我的这个小目标，就完全要靠这种运动鞋了。当然啦，很多想在旅行中留下美好瞬间的你，也别忘了带一双这种专门凹造型的鞋子，这样可以分分钟照出特别美的旅行大片，让你的旅行有更好的记忆。那在我的旅行箱里，占比最大的就是洗漱类。这个类别的东西带的可真的是太多了，其中必须要带的就是牙刷、牙膏。那我相信在欧美住过酒店的你一定会知道，在欧美的很多地区和国家，他们的酒店是不提供牙膏、牙刷的。我就曾经有过这种经历，在大晚上走出去了好远好远，去超市找牙膏和牙刷，所以从那之后，我就养成了这个习惯，就是我不管去哪里旅行，我都会带上牙膏、牙刷。拖鞋也是，如果你体验过在冰冷的浴室地板上，或者在青年旅社的公共洗手间里光着小脚丫走来走去，你就知道一双拖鞋有多么重要了。
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买那种小包装的产品，你知道那种叫什么吗？对了，那种呢叫旅行装。那如果你用的品牌并没有这种小包装的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去买一些这样子的分装瓶，把你平时用的洗发水护发素可以灌在里面，这样就不用每一次都买旅行装了，又可以省钱了。那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，换个地方睡就会很不习惯，突然呢，对你周围的所有的声音光线都会变得特别的敏感。那有几样东西对于像我这样的换了地方就失眠的人来说，简直不要太好用。那它们是什么呢？它们是这种，它叫眼罩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你也可以带上那种舒缓的喷雾，你可以喷在酒店的枕头旁边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入睡。下一个大类就是常用药物。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在旅行中突然生病了，完全找不到药店，或者难受到根本是自己没有办法去买药的经历？我太知道那种感觉了。曾经有一次我在旅行中发高烧，当时那个药店距我的酒店仅仅10分钟的路程，我却根本没有力气走出去买药。所以在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带上这种常用的药物。那我的常用药物通常都会带一些，比如感冒药发烧药肠胃的药同时呢，别忘了带上一些口罩，毕竟谁也不想在旅行中病倒，那样太影响心情。那另外一个类别就是其他类别，比如电脑的充电器手机的充电器，还有一些像这种充电宝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个会被大家经常忘掉的东西，就是这种 adapter 转换插头。那具体你要去的国家是哪种插头呢？可以参照这张图。此外呢，还会有一些物品是根据我们的目的地的情况来选择是否携带的，比如雨伞、墨镜、帽子、防蚊液、止痒液等等等等。最后的最后，再检查一下最重要的东西：护照和签证有没有带好。如果你的目的地对于你的护照是有免签政策的话，那就忽略这一条，太幸福了。还有一点，别忘了带上换好的当地的货币。Previously， 在货币兑换商换货币。所有的行李都打包好了，准备开心出发。好了，谢谢你跟我一起收拾行李，我们香港见吧，拜拜。